婆婆婚前问我工资，我非常坦诚的回复1个月收入13000。怎料婚后第2天，她就笑容满面的提出，儿媳，你住我全款买的房，每个月付6500房租吧。我呆住了，这算盘打得震天响，但我只笑了笑。好啊，那就按市场价来。她的笑容凝固了，而我的反击才刚刚开始。新婚第2天，天刚亮，婆婆张兰端着一锅热气腾腾的小米粥走出来，静静，快吃，刚熬好的，养胃。她把1碗粥推到我面前，那份热情让我有些受宠若惊。谢谢妈。说完，我拿起勺子，心里还氤氲着新婚的喜悦。郑大钱也醒了，坐在我身边，喝着粥，偶尔抬头对我笑一下，直到婆婆放下碗筷，用餐巾纸慢条斯理地擦了擦嘴。静静啊，你看，你和郑大钱也结婚了，以后就是一家人了。这房子呢，当初是我和你爸辛苦一辈子全款买下来的，现在给你们当婚房，也没跟你们要1分钱。气氛在这一瞬间骤然改变，我握着勺子的手停在半空，郑大钱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他低下头，假装专心致志地对付碗里的最后一口粥。婆婆没理会我们的反应，自顾自地往下说，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理所当然。郑大钱呢，工资不高，1个月也就8000块，还得还车贷，养家糊口压力大。静静你不一样，你年轻有为，1个月13000，比郑大钱能干多了。所以呢，妈跟你商量个事。来了，我心里冷笑一声。婚前他旁敲侧击地打探我的收入，我还以为是长辈对晚辈的关心，傻乎乎的全盘托出。他的声音变得更加油滑。你看你住在我这全款买的房子里，也不能白住，是吧？这要是在外面租个这么大的房子，怎么也得7、8千。妈也不多要你的，你工资13000，就拿1半出来，每个月给妈6500块钱房租，就当是帮衬家里了。你看怎么样？我的大脑有那么一瞬间是空白的，我转头看向郑大钱，希望他能说点什么，但郑大钱却始终低着头，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自然，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我慢慢抬起头，脸上硬生生挤出一个不失礼貌的微笑。妈，您说的是哪个房子的市场价？咱们这套的市值大概是多少？婆婆被我的反问噎住了，我没有给她反应的时间，紧接着说出了那句准备好的台词。好啊，那就按市场价来。婆婆闻言重新挂上那副胜利者的笑容，满意地点点头。这就对了吗？都是一家人，算清楚点好。她没注意到我说完那句话后，眼底一闪而过的冰冷的锋芒。这顿鸿门宴终于结束了，我独自回到卧室，关上门，将所有的嘈杂隔绝在外。我只是冷静地打开手机，在各种租房 app 上输入我们小区的名字，精准地筛选出同户型的房源，最高的一套，精装修带全套顶级家电，也不过4500元。我冷笑一声，自语道6500，果然是按着我的工资量身定做的敲诈。我一张张截图保存，然后又打开浏览器，搜索相关的法律条文、婚前财产、夫妻共同财产、赠与。我看着手机屏幕上自己刚刚拟好的反击计划，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一句按市场价来，不是妥协，而是我吹响反击号角的序曲。张兰，这场仗我奉陪到底。我没有选择当面争吵，那太低级，也太容易落入张兰擅长的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里。现代人的战争有更体面的方式。我花了1个小时，将我搜集到的所有信息整理成一份图文并茂的 PDF 文件。报告里，我详细罗列了同小区、同户型、不同楼层、不同装修、不同朝向的10几个房源截图，用红色加粗字体标注了月租金范围。我还引入了专业的房产中介数据，计算出我们这套房子的市场公允租金，精准到个位数4035元每月。最后，我附上了一页友情提示，引用了民法典中关于婚前财产赠与以及夫妻共同居所权的几条法律条文。做完这一切，我将这份报告通过微信直接发给了张兰。紧接着，卧室的门被一下子撞开。苏静，你什么意思？你跟我耍小聪明是不是？她冲到我面前，手指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子上。我好心好意把房子给你们住，你倒好，跟我算计到这种地步，4000块，你打发叫花子呢？你是想赖账吧？我靠在床头，姿态没变，甚至连眼皮都没多抬一下。妈，我没有耍小聪明，我只是在响应您的号召，按市场价来。报告里的数据都是公开可查的。如果您觉得这个价格低了，我们可以一起找3家不同的权威中介来做评估，取平均值，评估费我出。至于法律条文，只是想提醒您一下，这套房子虽然登记在您名下，但既然作为我和郑大钱的婚房，并且郑大钱在这里长期居住，我们在法律上就享有合法的居住权。您单方面索要远高于市场价的租金，严格来说是不合规的。张兰被我这套有理有据的话术彻底砸懵了，她大概一辈子都没跟人这么讲道理的吵过架。她指着我，气得浑身发抖。你这是在威胁我？我只是在陈述事实。争吵声终于把隐形人郑大钱吸引了过来，他一脸为难地站在我们中间，看看暴怒的母亲，又看看冷静的我。妈，静静，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有话好好说。张兰一看到儿子，立刻找到了主心骨，眼眶一红，开始唱念做打。儿子，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我这还没死呢，他就开始算计我的房子了。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好。他倒好，找律师条文来对付我。
我这日子没法过了。郑大钱立刻转向我，眉头紧锁，语气里带上了责备。静静，你怎么能这么跟妈说话呢？妈也是一片好心，你就不能让着她点吗？别跟妈计较了，都是一家人。闻言，我终于抬起眼，直视着郑大钱，心里的失望已经累积到了顶点。妈，既然您觉得市场价太低，那不如我们换个算法。结婚前，您收了我们家18.8万的彩礼，当时承诺的是这笔钱会一分不动地带回我们的小家，作为启动资金。婚礼上，我爸妈又给了10万的改口费和红包，您也说会帮我们存起来。现在我和郑大钱结婚了，正需要用钱，不如您先把这28.8万拿出来，我们也不用为房租这点小事烦心了。或者您告诉我这笔钱的去向，做了什么投资，我们也好一起分担风险，分享收益。您说对吗？张兰彻底愣住了，她没想到我不仅记得数字，还直接把彩礼和红包的去向摆到了台面上。她的眼神躲闪，支支吾吾地说：“那钱我给你们存着呢，在一个稳妥的理财里，暂时取不出来。没关系，您可以把理财合同拿给我看看，我是广告策划，对金融产品也略有研究，可以帮您分析一下收益率。”看着她越来越难看的脸色，我知道我猜对了，那笔钱大概率已经被他挪作他用了。既如此，我可得乘胜追击，再加把火。既然我们凡事都要按市场价来，那不如算得再清楚一点。郑大钱，我记得你名下还有一套小公寓，一直在外面出租着，对吧？既然家里的房子要算租金，那套公寓的租金是不是也应该拿出来，作为我们小家庭的共同收入？毕竟那是你的婚前财产，但租金收益属于婚后共同财产。我此话一出，不仅是张兰，连郑大钱的脸色都彻底变了。张兰尖声叫道：“那是我儿子的房子，租金当然是我收着，关你什么事？”那这套房子还是您和公公的房子呢？按照这个逻辑，我住进来是不是也应该只付一半的房租？张兰的防线彻底松动，她终于意识到，她面对的不是任她拿捏的软柿子。当晚，郑大钱试图跟我沟通：“静静，你别这样，我妈年纪大了，你就不能顺着她点吗？为了几千块钱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有意思吗？”我正在电脑前整理婚礼筹备期间的所有财务支出明细，闻言头也没抬。郑大钱，这不是几千块钱的事，这是尊严的事。在你妈提出要我付6500房租的时候，在你选择沉默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就已经不是一个家了，而是一个合伙公司。既然是公司，那我们就明算账。我不想占你们家便宜，也请你们别想把我当成提款机。我找到和闺蜜的聊天记录，把手机屏幕对着郑大钱。1个小时前，我给她发了句：“我的婚姻从第2天就开始算账了。”闺蜜的回复是一连串的愤怒表情。算，给我往死里算！这种婆家别惯着，大不了被离婚，我养你。看清楚，这是我的退路。我苏静不是非要依附于你的婚姻才能活下去。那一晚，我和郑大钱分房睡了。这场战争比我想象的更复杂，但我已经没有退路。接下来的几天，家里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死寂。张兰不再提房租的事，郑大钱则彻底变成了夹心饼干，两头受气，试图跟我说话，又不知从何说起，最终只能选择逃避。我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张兰绝不会善罢甘休，她只是在寻找新的突破口。我联系了我的大学同学，一位已经小有名气的律师。电话里，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包括房租、彩礼以及郑大钱名下的那套公寓。律师朋友听完，只说了一句：“苏静，你做得对，对付这种人，感性是没用的，必须用法律和证据说话。你现在要做的是摸清他们的全部家底，你可以去查他们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有时候你以为的未必是全部。”我开始了一场秘密的财产摸底行动，通过一些付费的商业查询渠道，我委托律师朋友帮我查询了张兰和郑大钱名下的资产信息。很快，他就拿着文件找到我，这是报告，你直接看看吧。我接过来一看，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查询结果显示，张兰名下除了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在郊区确实还有一套小产权房。更让我震惊的是，我们现在住的这套被他口口声声称为全款买下的婚房，产权登记信息那一栏状态居然是存在共有权争议。我瞬间产生了巨大的好奇，这意味着这套房子的产权根本不像张兰说的那么干净。就在我准备深入调查的时候，张兰的反击来了。婆婆没有直接找我，而是选择了她最擅长的舆论战进行反击。我们家的那个亲戚群突然热闹了起来。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是了不得，翅膀硬了，连长辈都不放在眼里了。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儿媳妇进门都是要孝敬公婆的，哪像现在跟房子一样防着。兰姐，你也别太生气了，就当花钱买了个教训，看清了人。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正义直言，只觉得可笑。他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凭张兰的一面之词就开始对我口诛笔伐。我没有在群里辩解一句。晚饭时，张兰又开始她的表演，她唉声叹气，对着空气说：“人老了，不中用了，连自己的房子都做不了主了。以后啊，我还是搬去郊区那套小房子住吧，不在这儿碍年轻人的眼了。”我一边喝汤，
一边慢悠悠地开口：“妈，您那套郊区房最近租金怎么样？涨了吗？听说那边要规划新地铁线，房价都涨了不少吧？还有您在市中心那个临街的小商铺，现在生意还好做吗？”张兰夹菜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你怎么知道我还有商铺？那个商铺是我从不动产信息里查到的，登记在一个和他关系极为密切的亲戚名下，但实际控制人极有可能是他。我只是炸他一下，看他的反应，我赌对了。哦，听郑大钱提过一嘴。张兰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支支吾吾的想转移话题。什么商铺？我没有。吃饭。一直沉默的郑大钱终于被他妈的眼神激活了。静静，差不多就行了。咱们都是一家人，你非要闹得这么难看吗？别总把钱看得那么重，又来了。闻言，我心中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了。我啪的一声把筷子拍在桌上，发出的巨响让张兰和郑大钱都吓了一跳。钱不重，郑大钱，你告诉我什么重？感情重要吗？在你妈眼里，你的媳妇儿，一个陪你睡觉、给你生孩子、照顾你下半辈子的女人，一个月就值4000块钱的房租。哦不，她还想敲诈到6500。在你眼里，你的妻子被你的母亲在新婚第2天就当成提款机一样算计，你觉得这是别计较？你告诉我，什么叫一家人？一家人就是心安理得的吸食我的血肉，来满足你们的贪婪吗？既然要算，那就都算清楚。我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母子俩。你那套出租的公寓房租收益算不算婚后共同财产？你婚前跟你妈借钱做的那个投资，钱是从哪儿来的？是挪用了我的彩礼，还是你们家其他的灰色收入？那个投资现在是赚是赔，要不要我们夫妻共同承担？还有你妈张兰女士，你名下所有的房产，那个神秘的商铺，我们是不是都应该按市场价一笔一笔的算个清楚？郑大钱被我突如其来的强硬和我对家里财产的了解程度彻底吓到了。他终于意识到事情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掌控。我转身回房，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文件，甩在他面前。郑大钱，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让你妈收回她那可笑的房租要求，把属于我的彩礼和红包原封不动的还给我，并且以后永远不要插手我们的经济；第二，我们离婚。我把一份打印好的离婚协议书推到他面前。这是草稿，我要求分割你公寓的婚后租金收益，并保留追究你母亲涉嫌侵占我婚前财产的权利。我的婚前财产有详细的公证，1分1毫都跟你们郑家没关系，你自己选。郑大钱彻底被我那份详尽的离婚协议书草稿给震慑住了，而张兰在看到我连离婚协议都准备好了之后也慌了。但他的策略不是妥协，而是变本加厉的情绪勒索。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给你买房娶媳妇，我图什么啊我？现在倒好，媳妇娶进门就要把我这个老太婆扫地出门了。郑大钱，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妈，就给我好好管管她，让她给我道歉，不然我们就断绝母子关系。被他母亲这么一哭一闹，郑大钱那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点清醒，瞬间土崩瓦解。他再次被他母亲成功绑架，回到了愚孝的轨道上。苏静，你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那是我妈，你就不能去跟她道个歉，服个软吗？非要闹到离婚的地步？我看着他，心如死灰，连争吵的力气都没有了。郑大钱，既然你妈这么看重这套房子，觉得她1个月值6500，那好，我给她另一个选择，让她把这套房子卖给我，按市场价我全款买下，然后我们俩名正言顺的住进来。他惊得目瞪口呆，结结巴巴的问：卖给你哪来那么多钱？我轻描淡写的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他看不懂的嘲讽。郑大钱，你好像对我一无所知，我告诉你的月薪13000，只是我主业的固定工资。我大学就开始做兼职，工作后一直在做投资理财和项目分红，我的被动收入远超你的想象。而且我爸妈在我婚前全款给我买了一套小公寓，就在市中心。我一直没告诉你，是觉得没必要，夫妻之间不必计较这些。现在看来我错了，有些事情必须计较，所以你告诉你妈，这套房子我买了。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张兰的耳朵里，她先是震惊，随即那双精明的眼睛里瞬间迸发出了贪婪的光芒。在她看来，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既能把我这个眼中钉彻底绑定在郑家，又能趁机大赚一笔，解决她眼下的财务困境。她立刻喜笑颜开地找到了我，假惺惺地说：哎呀，静静，你看你这孩子，都是一家人，干嘛这么见外？你要是真喜欢这房子，妈卖给你就是了。这房子地段好，又是学区房，现在市场上怎么也得值500万。看在你是自家人的份上，妈给你打个折，480万，怎么样？我没有跟他讨价还价，而是直接从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拍在桌子上。妈，您可能对市场行情有什么误解，这是我委托专业的房产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您要是对这份报告的真实性有疑问，我们可以再找3家不同的权威机构来重新评估。我说了，评估费我出，最终价格取平均值。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我们这套房子综合地段、楼龄、户型和近期成交价，市场公允估价为230万。张兰的笑容再一次凝固了，她拿起那份报告，
看着上面详尽的数据和专业的分析。这不可能，他们算错了，我的房子不可能只值这么点钱。我没有理会他的歇斯底里，而是继续抛出我的条件。如果我全款买下这套房子，房产证必须登记在我一个人的名下，这是我的婚前个人财产进行置换，与郑大钱无关。当然，作为夫妻，他享有居住权，但我们必须额外签订一份协议，明确这套房产的归属，以及婚后他对家庭的贡献如何折算成他在房产中的增值部分。张兰彻底傻眼了，郑大钱也感受到了我那股不容置疑的坚决分割界限的决心。我从房间里拿出那份离婚协议书的正式版，递到他面前。郑大钱，我再说最后一遍，要么你处理好你妈，要么我们处理好我们的关系。我苏静不是来给你们家扶贫的，我也没兴趣陪一个拎不清的男人演绎出婆媳大战的伦理剧。路你自己选，我随时可以签字走人。郑大钱看着那份白纸黑字的离婚协议，再看看我冰冷决绝的脸，他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恐慌。我的全款购房提议像一根鱼刺，死死地卡在了张兰的喉咙里。卖吧，230万的市场价远低于他的心理预期，而且房子一旦过户到我名下，他就彻底失去了对这套核心资产的控制权，以后再想拿捏我就难了。不卖吧，我又拿着离婚协议步步紧逼，郑大钱也被我搞得六神无主，家里鸡飞狗跳，他最看重的面子和安稳也保不住了。权衡再三，张兰选择了另外一招。张兰想到的招就是拖延，她开始找各种理由拒绝我的购房提议。哎呀，这房子毕竟是你公公留下的，是祖产，怎么能随便卖给外人呢？再说郑大钱还有个表弟呢，我得给他留着。我没有在逼他，因为我知道强攻无用，必须找到他的死穴，而那个死穴就藏在那份存在共有权争议的产权信息里。我再次联系了我的律师朋友，请他利用专业渠道帮我调取这套房产更深层次的档案信息，特别是历年的产权变更记录。调查的过程比想象的要慢，但我有足够的耐心。与此同时，我开始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对峙。我将那份打印出来的标注着存在共有权争议的产权信息摘要，不经意地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正好是郑大钱每天回家换鞋都能看到的位置。他终于注意到了。那天晚上，他拿着那张纸走进了我的房间，脸上带着前所未有的困惑和凝重。静静，这是什么意思？共有权争议，我们家房子有什么问题吗？我看着他反问道。我以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这套房子你妈一直说是她全款买的，难道不是吗？郑大钱摇了摇头，一脸茫然。我一直以为是，我爸走得早，家里的事都是我妈在管，我从来没问过这些。我怀疑这套房子根本不是你妈一个人的，它很有可能是你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你父亲去世后，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你爷爷奶奶都应该有继承份额，共有权争议很可能就来源于此。而我们的这次对峙也被门口恰好路过的张兰听到了。张兰闻言瞬间炸了毛，冲进来一把抢过郑大钱手里的纸，撕得粉碎。谁让你查我们家老底的？你这个女人安的什么心？不守妇道，还没进门几天就想分家产了是不是？儿子，你看看他这是要把我们家往死里整啊！你还帮着他说话，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面对他歇斯底里的表演，我只是冷笑了一声。妈，您是不是忘了，公公在世的时候，这房子是他和您一起还的贷款吧？如果我没猜错，房产证上应该有过他的名字。如果真要按法律，按市场价来，这套房子您真的有100%的处置权吗？公公的其他合法继承人，比如他的兄弟姐妹，如果知道了真相，会怎么样？张兰的咒骂声戛然而止。你胡说，房子就是我的，跟他们没关系。我不再理会他，而是转向已经彻底呆住的郑大钱。我向他摊了最后一张牌。郑大钱，我现在给你看2条路。第一，你作为你父亲的合法继承人，去问清楚这套房子的真相。如果这其中真的侵犯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我陪你一起去弥补，去解决。第二，如果你选择继续和你母亲一起用谎言和欺骗来维持这个家，那么好，我成全你们，我明天就搬出去，然后我会委托律师通过法律途径向法院申请确认并分割这套房产中属于你的那部分潜在继承份额。同时，我也会向法院申请调查这套房产历次产权变更的合法性。郑大钱被我手中掌握的证据和冷静的法律逻辑彻底震慑住了。当天晚上，我接到了律师朋友的电话。静静，查到了，那套房子在你公公去世后进行过一次产权变更，手续存在明显的伪造签名嫌疑。我握着电话，看着窗外深沉的夜色，心中再无波澜。张兰，你的死穴我找到了。在我的追问和律师专业意见的双重压力下，一直试图逃避的郑大钱终于鼓起勇气，向他母亲发起了结婚以来的第一次正面质询。我没有参与他们的谈话，只是在房间里听着客厅传来的压抑的争吵声。1个小时后，郑大钱推开我的房门，他的眼睛红肿，脸上写满了疲惫、震惊和信仰崩塌后的茫然。静静，你猜对了。张兰终于在儿子的逼问下，被迫吐露了部分真相。这套房子确实是他和已故公公的婚内共同财产。公公去世时，并未留下明确的遗嘱。按照法律，
公共的那一半产权应该由张兰、郑大钱以及郑大钱当时尚在世的爷爷奶奶共同继承。但张兰为了将整套房产据为己有，避免与公共的兄弟姐妹分割遗产，她买通了某个环节的工作人员，伪造了公共的签名和一些放弃继承权的声明，通过非正常手段将房产合法的变更到了自己一个人名下。郑大钱说完，痛苦地抱住了头。我走到他身边，递给他一杯水。现在你相信我说的了，郑大钱，你母亲的行为不仅仅是家庭纠纷那么简单了，她涉嫌伪造文书，非法侵占他人财产，这不仅在道德上站不住脚，在法律上更是要承担责任的。如果这件事被你父亲的兄弟姐妹，也就是你的叔叔和姑姑们知道，他们完全有权利提起诉讼，到时候你母亲可能面临的不仅仅是归还财产，甚至可能是牢狱之灾。你母亲可能面临的不仅仅是归还财产，甚至可能是牢狱之灾。张兰闻言依旧不肯让步，她红着眼睛对我吼：“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你就是想逼死我！”我不是在危言耸听。说完，我拿出手机，打开了一个文件夹，那里面是我这几天整理的东西，其中有一盘老旧的磁带。郑大钱曾告诉我，这是他10岁生日时，他父亲出差在外给他录的生日祝福。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人修复了这盘磁带。磁带的最后有一段意外的录音，是公公和他一位好友的电话。那套房子啊，等我以后没了，兰子一半，孩子一半，我爸妈那边也得留一份。我那几个弟弟妹妹日子过得不容易，到时候也得帮衬帮衬，都是一家人嘛。那段关于房产安排的话，像一道惊雷劈在了张兰和郑大钱的头顶。张兰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这是她丈夫亲口说出的话，是她无论如何也无法抵赖的证据。郑大钱听着父亲的声音，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夺眶而出。在我的引导下，郑大钱开始主动翻找他父亲留下的遗物。在一个尘封的旧木箱里，他发现了一个被母亲藏起来的笔记本。笔记本里记录着当年买房时公公向他的几个兄弟借钱的账目，虽然数额不大，但每一笔都清清楚楚。而张兰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人证物证皆在，再加上不动产中心的异常信息，张兰的精神防线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彻底崩溃了。而这就是我苦心调查给他致命一击的最好时候。我走上前，居高临下的看着，给出了我的最终要求：第一，停止索要房租，并且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第二，就你侵占公共遗产、伪造文书一事，主动联系叔叔和姑姑们，召开家庭会议，向他们坦白错误、道歉，并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合理的经济补偿。第三，如果你做不到以上2点，那么我苏静会亲自带着这些所有证据去法院提起诉讼，到时候就不是家庭内部解决那么简单了。我看着他，又补充了一句：哦，对了，还有你挪用的那28万8的彩礼和红包，也请您准备好一并归还。张兰陷入了绝望的两难，而我和郑大钱的关系也在这次事件中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为了避免事情彻底闹上法庭，落得一个无法收拾的下场，张兰最终还是被迫同意了我的提议，召开一次家庭会议。会议的地点就定在郑家的老宅。那天，叔叔、姑姑以及他们的子女几个核心的亲戚都到了，屋子里的气氛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压抑和紧张。会议一开始，他就试图抢占先机，颠倒黑白。都是她，都是这个女人。自从她进了我们家门，我们家就没安宁过。她挑拨我和我儿子的关系，离间我们母子感情，现在还想来分我们家的家产。一些不明真相的亲戚已经开始对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懂事。就是兰姐一个人把郑大钱拉扯大也不容易。我没有动怒，也没有急着辩解，等屋子里的哭声渐渐小了，我才站起身，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了一叠厚厚的文件。现在到我反击的时候了。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我知道今天把大家请来说这些事很丢人，但是有些事情不说清楚，就是对逝者的不敬，对生者的不公。我将第一份文件递给了坐在最年长的叔叔手里。这是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的产权调查报告，上面清楚地显示，这套房子在我公公去世后，产权存在争议，并且在产权变更的过程中存在伪造签名的重大嫌疑。紧接着，我按下了手机的播放键，公公那段关于遗产分配的录音清晰地在客厅里回响。录音播放完毕，所有人的目光都从我身上齐刷刷地转向了脸色惨白的张兰。叔叔和姑姑的眼眶瞬间就红了。我没有停下，拿出了第3份证据。这是公公生前的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着当年买房时向各位叔叔借钱的账目。不知道这些钱张兰女士后来有没有归还。我将笔记本摊开，展示给所有人看。最后，我将手机的聊天记录截图展示出来。这是我婚前张兰女士向我打探工资的聊天记录，这是她在我婚后第2天向我索要每月6500元高额房租的录音。她说这房子是她全款买的，我住进来就得付租金。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有谁家的儿媳妇是需要付房租才能进门的？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郑大钱站了起来，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他深吸一口气，走到了客厅中央，
对着所有的长辈深深地鞠了一躬。对不起，各位叔叔，各位姑姑，对不起，各位叔叔，各位姑姑。郑大钱从我手中接过那个笔记本，亲手交给了叔叔。这件事我有责任，是我之前太糊涂，太懦弱，没有尽到一个做儿子、做丈夫、做侄子的责任。我爸生前确实受过大家的帮助，这些事我妈从未跟我提过。今天我替我爸也替我妈向大家道歉。静静说的都是事实，我母亲确实在处理我父亲遗产的问题上做错了事。郑大钱的关键倒戈成了压垮张兰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彻底崩溃了，瘫在椅子上嚎啕大哭，嘴里翻来覆去的念叨着：“我不是故意的，我都是为了这个家。”叔叔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张兰骂：“张兰，我大哥在世的时候待你不薄，我们家谁没帮过你？你怎么能做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姑姑也哭着说：“嫂子，我们没想过要分大哥的房子，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公道。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们，这么对我哥？”面对铁证如山以及众亲戚的指责，张兰的所有狡辩和眼泪都变得苍白无力。我看着这场闹剧，心中没有任何胜利的喜悦，只有无尽的疲惫。我再次站出来，条理清晰地阐述了我的最终诉求：第一，停止对我个人无理的经济索取；第二，张兰女士必须就侵占遗产一事，向所有受到侵害的合法继承人进行公开道歉，并依法进行经济赔偿；第三，我和郑大钱婚后的财产必须独立，张兰女士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干涉。我看着已经失魂落魄的张兰，抛出了我的和解条件：如果您能解决好所有历史遗留问题，并且以后不再干涉我和郑大钱的生活，我可以不追究您挪用我彩礼以及其他不当行为的责任，否则我们法庭上见。我说完这句话后，郑大钱也明确表态：如果我妈不能妥善处理好这件事，我会和静静一起搬出去住，这个家我也会站在我妻子这边。最终，在所有亲戚的见证下，张兰被迫同意聘请律师重新核算并分割公共的遗产。她也当着所有人的面向我道了歉，承诺再也不提房租的事。走出老宅，外面的空气前所未有的清新。郑大钱跟在我身后，轻声对我说：“静静，对不起，爷，谢谢你。”家族会议的风波过后，碍于巨大的舆论压力和实实在在的法律风险，张兰不得不开始配合律师处理公共遗产的分割问题，而我则是趁热打铁，和郑大钱一起走进了律师事务所。在律师的见证下，我们签订了一份详尽的婚内财产协议。协议中，我们明确了各自婚前财产的归属。我的公寓、我的投资理财、郑大钱的那套小公寓都属于各自的个人财产。婚后，我们设立联名账户，各自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存入，用于家庭的共同开支，其余的工资收入归各自自由支配。协议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关于张兰的。我们明确规定，郑大钱作为其母亲的法定赡养人以及未来潜在遗产的唯一继承人，应独立承担其母亲因个人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此次遗产纠纷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张兰得知我们签了这份协议后，果不其然，再次大发雷霆。他打电话给郑大钱，在电话那头尖叫：“他这是在防贼，防着你，防着我，他根本就没把你们当成一家人。郑大钱，你是不是傻？被他卖了还帮他数钱？你是不是傻？被他卖了还帮他数钱？”这一次，郑大钱没有退缩，他拿着电话走到阳台，声音不大，但异常坚定：“妈，这不是静静一个人的意思，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共同决定。我们是夫妻，但我们也是独立的个体。把钱算清楚，是为了以后能更好的过日子，避免更多的矛盾。以前是我没想明白，现在我想明白了，我和静静的家得由我们自己做主。”张兰的如意算盘被我从根源上彻底打碎了。他见经济上再也无法控制我们，便开始转变策略，试图用亲情和道德来绑架我。他隔三差五地打电话，说自己这里不舒服，那里疼，暗示我应该去床前尽孝，或者在家庭聚会上意有所指地说：“现在的儿媳妇只顾着自己快活，家里的活儿一点都不沾。”对于这些，我一概置之不理。我会履行作为儿媳的基本义务，逢年过节的问候和礼物一样不少，但让我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满足他那无休止的控制欲，门都没有。郑大钱在我的影响下，也开始学会设立边界。他会定期回去看望母亲，但对于他那些无理的要求，他学会了拒绝。妈，静静工作很忙，您要是真不舒服，我带您去医院。妈，家务活我们可以请小时工，静静上1天班也很累了。我们的统一战线让张兰所有的道德绑架都失去了着力点。在一个周末的下午，阳光正好，我看着窗外自由飞翔的鸟，突然对郑大钱说：“我们搬出去住吧，我们搬出去住吧。我不想再生活在他的监视和评判之下了。我们租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或者用我们自己的钱去买一套真正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家，彻底的开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以为郑大钱会犹豫，会不舍，毕竟这里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但他只是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看着我，认真地点了点头。好，静静，都听你的，只要能跟你在一起，住哪儿都行。那一刻，我感觉我们之间的那道裂痕正在慢慢愈合。第二天，我就开始在网上联系房产中介，兴致勃勃地寻找新的住所。我的手机屏幕上不再是冰冷的法律条文和租金报告，而是一张张温馨明亮的新家照片。我对未来的新生活
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期待。我和郑大钱很快就看中了一套位于市中心的高层公寓，我和房东谈得很好，当场就付了定金，准备第二天签正式的租赁合同。我以为我们终于可以摆脱过去的阴霾，开始崭新的生活了，但我还是低估了张兰的破坏力。她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我们要搬家的消息以及新房的地址。就在我们准备签合同的当天早上，房东突然打来电话，语气变得非常犹豫。苏小姐，不好意思啊，这个房子我可能暂时不能租给你们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王姐，是出什么问题了吗？我们不是都谈好了吗？房东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了半天，才说出实情。今天早上有位自称是你婆婆的女士找到了我，她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她说你克夫不孝，还说你把家里搅得天翻地覆，现在又要拐走她儿子，让她老无所依。她还说，如果我把房子租给你们，她就天天来我们小区闹，让我们都不得安生。这些恶毒的词语像一把带毒的刀，狠狠地插在我的心上。我挂掉电话，坐在沙发上，第一次感到了绝望。这场战争似乎永远没有尽头。郑大钱看到我脸色不对，走过来询问我，把事情告诉了他。他听完，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拳头紧紧地攥在一起。这一次，他没有丝毫犹豫，拿起外套就往外冲。他太过分了，我去找他。见状，我赶忙拉住了他。你去能解决问题吗？跟他大吵一架，然后呢？他只会变本加厉。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立刻给我的律师朋友打了电话，将张兰的诽谤行为告诉了他。律师朋友当即表示，这是严重的诽谤和寻衅滋事。苏静，你别怕，收集好证据，我们可以直接起诉他。我给房东王姐回了电话，诚恳地向她道歉，并告诉她我已经准备对婆婆的诽谤行为提起诉讼。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一个大胆的，不知道有没有用的决定。我约了王姐，带着郑大钱一起见了面。我没有过多地去解释家里的那些破事，而是直接将我的全部家底摆在了他面前。我的工作证明，我的收入流水，我的银行存款证明，最重要的是我和郑大钱签订的那份经过律师公证的婚内财产协议。我指着协议上清晰的条款，王姐，我婆婆说的那些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和诽谤，我会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我今天给您看这些，只是想证明一点，我苏静是一个有独立经济能力和独立人格的成年女性。我租您的房子是因为我喜欢它，并且我完全有能力支付房租，把它维护得很好。我和我先生只是想拥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不被打扰的生活，我们不是来惹麻烦的，我们只是想过正常人的日子。郑大钱也站了出来，他看着王姐，眼神里满是歉意和坚定。王姐，对不起，我为我母亲的行为向您道歉。她是我的母亲，但我无法认同她的所作所为。如果她再来骚扰您，您不用理会，直接报警，所有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我来承担。他转过头看着我，补充了一句：静静是我的妻子，是我选择的家人，谁也不能欺负她，包括我妈。房东王姐看着我们，又看了看桌上那份专业的法律文件，眼神从疑虑慢慢变成了同情和钦佩。她叹了口气：苏小姐，郑先生，我明白了，是阿姨她太偏激了。这房子我租给你们，我相信你们是好人家。事情以一种我没想到的方式反转了。解决了房东这边，我拿起了电话，直接拨通了张兰的号码。电话接通，我没有给她任何开口的机会，直接发出了我的最后通牒。张兰女士，我只说三件事。第一，你今天对房东说的所有关于我的话都构成了诽谤罪，我已经委托律师准备好了起诉材料。第二，你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我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第三，也是最后一点，要么你从现在开始彻底从我和郑大钱的生活里消失，不再用任何方式干涉我们，要么我们就法庭上见。到时候你不仅要面临诽谤的指控，你之前伪造文书、侵占遗产的那些旧账，我会一笔一笔的跟你重新算清楚，你自己好自为之。说完，我直接挂掉了电话，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这一次，张兰终于感到了害怕。他知道，他之前那些见不得光的行为，已经让他在亲戚圈里名声扫地。如果再因为诽谤被告上法庭，他就真的万劫不复了。我和郑大钱顺利地签下了租房合同。搬家的那天，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当我们拖着最后一个行李箱走出那套所谓的婚房时，我回头看了一眼，我知道这里已经不再是我的家了，我的未来在别处。坐上开往新家的车，郑大钱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转头看着他，他也在看着我，我们都笑了，那是一种劫后余生、奔赴新生的笑容。我的人生从这一刻起才真正由我自己完全掌控。我和郑大钱的感情
在脱离了那个令人窒息的环境后，也开始迅速修复和升温。而张兰的报应也如期而至，遗产分割的事在律师介入下尘埃落定。张兰盯着协议，脸色惨白，对着郑大钱低吼：“凭什么要我拿这么多钱补偿？那些家产本来就该是你的。”郑大钱别过脸，律师早说清了，这是法定分割，你只能认。这笔钱几乎掏空他大半积蓄，亲戚圈里他也彻底名声扫地。从前围着他帮腔的七大姑八大姨见了他都绕着走，有人私下议论：当初就不该帮他算计，原来是这种人。雪上加霜的是，我查清了那28万8彩礼的去向，我找到郑大钱，递过手机里的暴雷公告。你妈没把彩礼存定期，而是全投进这个 P2P 了，现在血本无归。郑大钱愣住，不可能，他跟我说存定期了，我查了他的转账记录，错不了。我提醒他，咱们签了婚内财产协议，这笔损失该他个人承担。郑大钱面露犹豫，可他毕竟是我妈。我语气平静，当初他算计我们的时候，可没念及母子，婆媳情分。你要是兜底，就是拿我们的共同财产填坑。郑大钱沉默良久，终究是对母亲彻底失望，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张兰的尖喊：“大钱，你快给我打笔钱，我投资亏光了。”郑大钱语气冷淡：“那是你的个人投资，我不会买单。按协议，这笔损失该你自己承担。”张兰哭喊着撒泼：“我是你妈，你不管我谁管我？是你自己选的高风险项目，后果自负。”说完，郑大钱就直接挂了电话。失去了对郑大钱的经济控制权，又无法再从我这里榨取分毫，加上投资失败的巨大亏空，张兰的经济状况开始迅速恶化。此事终究是告一段落了，但张兰仍然试图联系我，我早已经把张兰拉黑，电话打不通，她就发一些示弱的短信。静静，妈知道错了，你就看在郑大钱的面子上，看在亲情的份上，帮妈一把吧。我看着那些短信，内心毫无波澜，我只回了他一句：亲情不是用来敲诈勒索的筹码，您需要为您自己的行为负责。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联系过我。郑大钱对他母亲的态度也从之前的犹豫不决变得界限分明。他会定期给他生活费，保证他的基本生活，但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对他的所有要求都言听计从。他终于明白，无底线的纵容不是孝顺，而是愚蠢，只会让贪婪的欲望变本加厉。后来，我听回老家的同事说，你婆婆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变得越来越孤僻，苍老了许多。我并不觉得她可怜，而这一切都是她自作自受，咎由自取。而我和郑大钱的婚姻，在经历了这场狂风暴雨的洗礼后，变得更加坚固和稳定。我们开始一起规划未来，讨论买房，讨论失业，讨论以后要养一只猫还是一条狗。1年后，我们凭借自己的努力，付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第一套房子的首付。关于张兰，我们只是偶尔从郑大钱的电话里听到一些零星的消息。他最终还是卖掉了那套充满争议的老房子，因为遗产分割赔偿了亲戚一大笔钱，又经历了投资失败，他手里的钱所剩无几，只能在郊区租了一个小房子，靠着微薄的退休金度日。他曾多次在电话里向郑大钱表达悔意：大钱，妈妈知道错了，我很想念你们。大钱，妈妈知道错了，我很想念你们。而郑大钱的回复是：妈，你不用跟我说这些，你真正应该道歉的不是我，是静静，是那些被你伤害过的家人。我内心再也没有了当初的恨意，只剩下一片平静。搬入新家的那个周末，我和郑大钱一起亲手布置着我们的新家。就在这时，我收到了一封匿名的律师函，打开一看，我愣住了，那是一份法院判决书的复印件，内容是关于张兰那套老房子的。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叔叔和姑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遗产纠纷。法院最终判决，张兰当年伪造文书，非法侵占的行为成立，房子被重新进行法定继承分割。他不仅没有得到全部，反而因为诉讼和赔偿赔了夫人又折兵。他当初那个想要将所有资产牢牢攥在手里的如意算盘，最终在法律的公正裁决下彻底落空。我把判决书递给郑大钱，他看完只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又一个周末，我和郑大钱去郊外散心，我们爬到山顶，俯瞰着山下繁华的城市。郑大钱从身后紧紧地抱住了我。静静，谢谢你，是你让我看清了很多事情，是你让我知道一个男人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什么，是你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自己。我转过身，迎着他的目光笑了。我知道我们的婚姻从一场不堪的算计开始，一路走过背叛、挣扎、反击和重建，最终在彼此的信任和独立中获得了真正的新生。我的人生我做主，我的婚姻亦是如此。